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当白月心和她的前男友闯进公司时，我在会议室制定下一步产品营销方案，他不管不顾地直接踹门进来，从始至终都没有看我一眼，心高气傲得很呢。这位是龙傲天，以后在公司出任副总经理一职，所有大小事务由他处理。所有人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此刻白氏企业的副总经理正是由我担任的，他们似乎忘记了，如果没有我力挽狂澜，他白月心的公司早他妈关门倒闭了。白月心，如果没有我，你以为此刻能在这里吗？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前所未有的羞辱让我失去了理智，我一把上去把他给拉下来。白月心，你几个意思？你不是说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吗？白月心板着脸，心高气傲的样子，完全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说：我认为龙傲天比你更适合这个位置，至于你，徐缺，你被解雇了。他说话真的好冷漠，一点感情都没有哦，哈哈，我笑了，我是被气笑的，恨不得一巴掌，看他还发不发癫。当初白氏濒临破产，龙傲天跑得比狗都快，还变卖了不少奢侈品，完了还回头嘲讽白月心，幸亏咱俩没有领证，不然我还要背负你家的债务呢，那样才是耽误我一辈子呢。这些奢侈品就当是我的青春损失费了。白月心，咱们好聚好散。说完，拉黑所有联系方式，从此消失得了无音讯。白月心彻底崩溃了，从小就被捧在手心中呵护，他哪经历过这种事情，可谓一落千丈。我找到他时，已经是烂醉如泥了，险些就被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给拐走。他是我大学时期的白月光，发生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视若无睹？我很心疼他，我放弃了自己小有成绩的创业公司，把所有的资金注入白氏，帮他东山再起。这些年来，我当牛做马，任劳任怨，一声苦都没说过。结果龙傲天快步走过来，用力将我给推开，虚伪至极的把白月心护在身后。原来你就是趁我不在，不怀好意靠近月心的徐缺啊！你是真的缺德啊！我和月心不过是有些误会，反倒叫你趁虚而入了。现在我回来了，你可以滚了。你看见他恶心又虚伪的嘴脸，我直接气炸了，冲上去掐住他的脖子，把他给摁在地上，给噎死。他慌乱挣扎，看着我狰狞的样子，不仅不害怕，反而还在冷笑。整个会议室也乱作一团了。很快其他同事反应过来，把我给拉开。龙傲天，你没事吧？白月心非常心疼地扑上去，心疼地检查他有没有受伤。这家伙反而搂住了他的腰，挑衅地冲我撇嘴冷笑，似乎在说，你是个什么小丑，这里也轮得到你表现，别拦我。我直接又炸了，其他人赶紧拦我，以免我上去打人。徐缺，你闹够没有？白月心冷声呵斥我，你不要太过分了，我是给你面子才没叫人把你赶出去。我一下子就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白月光居然在此刻变得极其陌生，我都不认识了，我过分，哈哈。白月心，你敢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吗？这几年来，我叫你受过一分委屈吗？我过分，如果不是我，你们白氏早就破产了，你以为你还能站在这里吗？他龙傲天把你给抛弃了，是谁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照顾你？是谁在你最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只要我有一口肉，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喝汤。这么多年，到底是谁在陪着你啊？那又怎么样？
你说这些话，不就是想要钱吗？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就是了。那些事情是我求你给我做吗？不是你自己自愿的吗？我叫你帮我了吗？我也从来没有给你承诺过什么吧。听见他这2句话，我的脑瓜子嗡嗡的，感觉天旋地转的眩晕。几年前，白氏濒临破产时，没有人肯给他们注资，只有我不怕亏本了，反而还入职白氏给他们做企划、写方案、跑业务、拉投资，忙得日夜颠倒，忙得数次躺进医院。反观他呢，什么都不会，企划不会，方案也不会，投资人他妈来到公司了，也能被他一无所知被劝退。如果不是我，白氏他妈早就没了。我们同甘共苦过来了，白氏逐渐好起来了，也在我坚持不懈下，他逐渐对我敞开心扉了。虽然他始终没有答应我的表白，不过看向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羞涩，开始和我说未来了。有一次，我等不及了，接着签了个1000万级的大单。公司全体在开庆功会时，我再次表白，猜猜他的回答又是什么呢？徐缺，我不否认也喜欢你，可现在公司的情况还不是很好，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个人感情上。再过一段时间好吗？再过一段时间公司好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他羞涩地低下了头，我却天真的以为那是他对我的承诺。你放心，有我在，公司肯定蒸蒸日上。那个时候，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只要他的一句话，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会犹豫。而我做到了，我所承诺的，却连他的手也没有碰过。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出局了，我还有利用价值。他虽然话是那么说，却也没有马上把我给赶走，因为他需要我给龙傲天打下手，帮他尽快熟悉公司的所有业务。哈哈，真是搞笑呢。白氏是我以一己之力从破产边缘给拉回来的，不论是员工还是业务客户，全是我对接。他们早就把我当作白氏的话事人了，现在空降个新的副总，这叫他们怎么可能听话呢？所以我还有利用价值，帮龙傲天稳住员工们的心态。否则啊，我这个呕心沥血为公司的人都能一脚踹开，他们这些员工又能好到哪去呢？现在所有部门的人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了，对龙傲天也是极其抵触，私底下说坏话。我的小助理更是为此愤愤不对，嗔怒道：徐哥，凭什么啊？那姓龙的啥都不会，你真的甘心这么放弃副总的职位吗？我当然不甘心啊！我撇着嘴苦笑，也明确知道所有员工也都不服龙傲天，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的大老板也就是白月新，那是全力在维护着龙傲天，还为此以总裁的身份召开了全体大会，说的什么就不知道了，因为没通知我。我真他妈想质问白月新，龙傲天到底哪里好了？至于为他不惜背信弃义，伤害那么多员工的心吗？居然为了这家伙失了理智，他想把我踢出局，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的手中掌握着白氏10%的股份。当然了，他也没有忘记这茬，找了个机会和我私下约见，用曾经叫我迷恋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似的，紧紧盯着我。废话也不说，开门见山，徐缺，你如果容不下龙傲天，那你就自己离开白氏吧，我给你留个体面。但是在你走之前，把你手中白氏的股份还给我，那是我白月新的东西，当初我只是说给你保管，没有说送给。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直接怒然拍桌，凭什么？我咬牙不甘，死死瞪着他，不仅要把副总夺走，还要把股份吃回去。这一刻的他，在我眼中是无比的陌生。白月新，
做人不要太贪心。当初如果不是我，你说够没有？他不耐烦地打断我，冷冷地看着我。当初，徐缺，你怎么那么喜欢说当初？不就是帮我稳定了白氏吗？你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没有你，我白氏照样可以东山再起。你算什么东西？比起龙傲天，你差远了。只有他会关心我，心疼我，问我累不累。你呢？只知道叫我陪你工作，陪你跑业务，教我这个那个。你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在你眼里，我是个傻子吗？我能看不懂企划方案吗？你烦不烦啊？我受够你了。我再一次傻眼了，一下子浑身无力，怔怔地坐了回去，嘴角尽是苦笑。其他的我都不在意，我只问你一句，你有喜欢过我吗？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白月心平复下心情，没有看我的眼睛，说，我们只是朋友，从来没爱过你。我非常感谢你可以帮我的忙，现在我不需要你了，你是个好人，谢谢，哈哈哈！我整个人快傻了，我感觉我都快精神错乱了。听听，这是人话，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原来这么久以来，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工具人，他欺骗我的感情，给他任劳任怨的，当牛做马的，所以态度才一直模棱两可的。感情是把我当成翘嘴来钓啊，果然是个纯纯的小丑呢。现在一切全都好起来了，他就开始卸磨杀驴了，甚至连钱都不愿意多给我一分。果然还是舔狗好啊，只要白月光的一句话就能疯了似的，任劳任怨。操，话已经说到这一份上了，我也确实不应该再待下去了。既然是给我的体面，也许和白月心的关系一直都是我误会了，他只是把我当朋友，我却想上他，恶心，真恶心啊！其他的我都可以不在意，叫我交出白氏的股份，那是不可能的，那也是我拼了命才换来的成果，凭什么要便宜他们这对狗男女？我和白月心的第一次谈话就这么不欢而散了，而我继续筹备手中的项目。我做起来的公司了，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为了这对狗男女，就这么放弃了自己的心血，那我就不是纯纯小丑了，而是彻头彻尾的大蠢蛋。放心，我会走的，钱我也要拿走，一分不能少。曾经注资进来的，我加倍要回来。然而，我还是太天真，太小瞧白月心的操作了。没多久，公司的项目出问题了。这天，有位甲方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宣传的产品和实际的质量要求不符合。我敢保证，只要是我负责的项目，绝对不会出现质量的问题。所以我也傻了，急忙给甲方道歉，绝对会给个交代，立马就去核对资料，却根本没发现不对。我更搞不懂了，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小助理在欲言又止，支支吾吾了很久，最后才和我说实话，原来是白月心为给龙傲天增加业绩，让他在员工之间树立威信，所以把那个项目交给了他，连带着所有的资料也一起，包括我的备份和产品质量比例。最后他有些不对的抱歉说，对不起啊徐哥，不是我想瞒着你，是白总不让说。他说只要我们谁敢拦，谁敢说，他直接就开除谁。他妈的，我直接气炸了，抄起桌上的茶杯摔得个稀巴烂，满地的碎屑仿佛是我这些年的努力都破碎了。深呼几口气，冷静下来之后，我直接跑到白月心的办公室，我的满腔怒火都没说出来呢，他却先开口打断，徐缺，你来得正好，我还想去找你呢。说着，他把龙傲天弄得乱七八糟的项目企划书全丢在我眼前，这几个项目有点问题，你去找甲方解释一下，道个歉再做保证，重新和他们对接。
我没有第一时间发作，而是捡起来翻看了2下。好，我们制定的各种数据全都被龙傲天那傻戳自以为是的改得一团糟，这样不出问题才怪。他妈的！我直接怒摔企划书在桌子上。抱歉，做不了，你找其他人吧。徐缺，你怎么和我讲话的？我是老板，还你是拉板，我叫你做你就做，没听见吗？这些项目以前都是你负责的，现在出了问题，你不应该负责解决问题吗？见我居然这么说话，他仿佛老板的威严被挑衅了，也是不客气的冷喝我。你他妈也知道这些项目是我一手抓的，既然是我的，那是谁叫你动的？现在出了问题，你叫那个动的人来负责啊！我也没有和他客气，直接怒喷了回去。现在的我心已经麻木了，满腔的委屈和怒火，继续对他咆哮。你说龙傲天才是对的，那行啊，我走。凭什么出了事情，你又要找我来背锅？甲方要求赔钱了，不干了，那你去找他。我他妈的欠你的吗？白月心，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有些情绪崩溃了，边怒骂边猛拍桌子，把外边的同事给吓到了。白月心终于有些不知所措了，见我发飙也自知理亏，态度也没有那么冰冷了，叹了声气。小徐，你先冷静，不要激动。好，这件事确实是我疏忽大意了，稍后我叫他来给你道歉行吗？我给他的这些项目是他大学时的专业，我想着先让他练练手，好能帮你分担其他的项目。可我没想到他太年轻了，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失望的被气笑了。年轻？他年轻？白月心怕不是忘记了，那傻戳比我还大6岁，如果他年轻，那我是什么？白月心时刻注意我的情绪变化，开始装模作样的示弱了，双手合十在拜托，眨着眼睛。小徐，白氏是你和我打拼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心血啊。虽然白氏摆脱了债务危机，可这几个单子真的很重要，如果出现问题要赔违约金，我们短时间内也负担不起。你也不希望看见自己辛苦打拼的公司再次出现债务问题吧？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走出办公桌，拉着我的手左右摇晃。这些个项目是你在抓着，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了，也只有你才可以力挽狂澜。拜托了。他似乎认定了我会吃这一套，在对他撒娇的样子，我一定会心软的。也确实没错，以前我总会顺着他，现在吗？恶心，真恶心啊！你他妈在装什么装？当然了，我依旧心软了，不过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白氏，为了我投入进来的资金。在我没有完全变现之前，我必须先稳住白氏，否则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啥也得不到。我强忍着内心的屈辱和恶心，捡起了摔在桌子上的项目资料，一眼都没有看他在装。然而我还是低估了这对狗男女恶心我的能力。在我去找甲方洽谈补救方案时，他居然把我的办公室给了龙傲天。他对着我的办公室各种挑刺，劝说白月心大刀阔斧地改造一下，把我的东西全部当垃圾给丢进了杂物间里。没错，以后我的办公地方就是在连转身都有些困难的杂物间中，美约其名，给换个新环境。怕我不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副总了。当我拿着和甲方谈好的补救方案回来，我整个人都快气炸了。哟，瞧瞧，这是谁回来了？原来是拯救项目的大英雄啊！龙傲天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直接从我手中把合同给抢走。哥这阴阳怪气的，真不愧是前任副总啊！
办事效率还是这么快，居然这么快就把甲方给搞定了，我就知道叫你去办是对的。他走到白月心的旁边，轻轻地抱住，还在恶心我。宝贝宝贝，怎么办呀？我好像没有徐缺那么会办事儿哦。这个副总的位置给我，不太好吧？你不会不要我了吧？嘤嘤嘤，他妈一个30多的男人，搁这装你妈呢？如果不是有同事眼疾手快拉了我一把，我他妈直接就能把他的眼睛给他妈的给干爆了！操！噗嗤！白月心宠溺的轻笑出声，笑的那是花枝招展的，亲昵的抬起手捏了捏龙傲天的鼻子。怎么会呢，小傻瓜？你在我心中才是最好的选择。徐缺和你不一样，他混迹商场这么多年，早就是个老油条了，而你还是个纯洁的白莲花。我猜白月心根本不知道白莲花是用来骂人的。我已经被气得面目扭曲了，关键他后边居然还说什么以后有我给他打下手，他就不用操心这么多了。我抄。他接过龙傲天手中的合同看了眼，很是满意的点头，不错不错，小徐真有你的。把合同方案还给了龙傲天，既然补救方案已经有了，那傲天还是你来负责吧，这一次你可不能出错了哟。哇，谢谢宝贝。龙傲天兴奋得像个30多岁的傻逼，他把白月心抱起来转了个大圈。宝贝，我保证绝对不会出错了，而且也不能全怪我呀，这次的合作都怪那个甲方的什么总，他就是一不怀好意的大妈。我当时去给他谈的时候，看见我的那眼神哦，哎呦，都放光了。可能是因为我没听懂他的暗示，所以这次的合作才……他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贱兮兮地看着我，阴阳怪气。徐缺，你该不会为了合作出卖色相吧？怪不得那个大妈点名要和你合作，也难怪你可以把合作谈下来。原来是这样，你他妈再说一次！我直接怒了，这个狗杂种贱东西，今天不把你打的屎都出来，老子就不姓徐。徐哥，徐哥，冷静！后边的同事急忙拉住我。听着龙傲天的阴阳怪气，他们也很生气，但也不能打人啊。嘿，别介啊，我就不是开个玩笑吗？你这么生气干什么？看见我又要有动手的冲动，龙傲天想起被我揍的那一次，悻悻地躲在白月心后边。徐缺，你又想打人了是吗？傲天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没必要这么小气吧。白月心也看见我生气的表情了，赶紧往前一步，把龙傲天给护在身后，嘴上却也还在喋喋不休的进一步刺激我。况且说了，傲天说的也没错，那老女人点名要和你合作，为什么我们其他人就不行？我们整个白氏就你行，这不就是问题吗？够了！我直接冷声打断，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咬牙：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你们全滚出去！徐缺，白月心被我吓了一跳，神色也是有些羞怒，怒拍桌子：我才是白氏的老板，你叫谁滚出去？这个办公室已经是龙傲天的了，该滚出去的是你。你不要以为给公司谈了几个合作，白氏就非你不可了，你别不太识趣了。我怔住了，整个人都傻了，脑瓜子嗡嗡的，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我强忍着心中翻涌的怒火，眼中尽是冷色的狠狠盯着白月心。这一刻的他更是陌生了，什么叫给白氏谈了几个重要的合作却该滚了？如果不是我，白氏他妈能有今天？见过不待见业务能力不好的，从未见过对销冠重拳出击的，还要赶走，遥遥领先啊！作为总裁的白月心说完那句话后，可能也意识到不对了，但他是绝对不可能低头的，也是不甘示弱的瞪着我。
彼此就这么无声地对峙许久。边上那些员工更是大气不敢出。对峙半晌之后，他逐渐冷静下来，也是心虚了，叹了口气：“对不起了，徐缺，不就是个办公室吗？傲天喜欢你就让给他呗，公司这么大，你再选一个又怎么样？乖，不要闹了，影响团结。”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他看见员工不满的眼神了。比起来，他们更敬重我，不少人也是被我选进来的。我的能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反观龙傲天呢，不先做出点成绩给自己树立威望，反而一上来就把好几个他们呕心沥血才抓住的项目给搞砸了。好不容易我出去稳定了情况，回来不仅没被嘉奖，反而还被剥夺了办公室，这不就是进一步的削弱权力吗？对待我强且如此，更何况他们只是一介普通员工。再看龙傲天，除了恶心还是恶心，只知道躲在女人背后，这种男人啊，可耻！我也深叹了声气，没有再多说半个字，默默地摘下胸前的工牌。呵呵。龙傲天见状，发出了一声冷笑，俨然一副胜利者般的鄙夷模样。徐缺见我把工牌交给其他同事，白月心也不是傻子，立刻明白过来，不爽地呵斥：“你可要想好了，是你自己的走的，不是我逼你走的。今天你要是敢走出去这个门，以后你就休想回来了。不就是个办公室吗？你至于这么认真干什么？你现在和傲天道个歉，或许我会看在你为白氏辛苦几年的份上，用别的方式弥补你，免得说我白氏没人情。”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内心是毫无波澜的，内心更是不藏厌恶之色。他看见，显然也是愣了一下，而我也在其他员工复杂的目光中径直往外边走去，没有迟疑半刻，似乎是放下了某种执着，整个人的步伐都轻盈了不少。回想起这几年为了白月心给他的白氏打拼，最后又得到了什么？没被重视也就罢了，还被扫地出门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拜拜了您嘞白月心，老子不伺候了。我倒要瞧瞧，白氏离开了，我还能不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老子能把你白氏做起来，不见得你能稳住白氏，再次摔入烂泥中，也是早晚的事情。在我沉吟以后该做如何打算时，手机突然响了，看见来电显示，我不由愣了一下。哟，徐总啊，有时间吗？请你吃个饭如何？接通电话的刹那，非常好听的声音，宛如百灵鸟似的，一下子剿灭了我心中的冤屈和火气，不由苦笑了声，回：傲总消息挺灵通啊。我前脚才从白氏出来，你这就找上门来了，嘿嘿。他嘿笑一声，倒也不藏着掖着，直言说：怎么样，我们缺个副总，来吗？他叫傲言，傲氏和白氏是竞争对手，双方拉扯多年，可谓积怨颇深。当初白氏面临破产，也是傲氏做的好事，如果不是我频繁摆放几位甲方，用诚意打动了对方，拿到了关键性的项目，恐怕白氏早就销声匿迹了。也是那个时候起，傲氏注意到了我，现在我被白氏赶出来，这不，电话立马就打来了。以前也不是没有开高薪挖过我，可惜我当时瞎了眼，死忍白月心，所以全部都给推脱了。现在嘛，也没有去处。傲氏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他真的会相信，给我试试吗？你不怕这是我和白月心设的局，知道你惦记我很久，所以派我去给你釜底抽薪吗？哈哈哈！听见我居然直言不讳，傲言反而对我多了几分欣赏，哪怕最后合作谈不拢，至少这顿饭徐缺先生能赏个脸吧。我知道
他这是邀请面谈的意思，那我当然也不会客气了。哪怕他不给我打这个电话，后续我也会找机会和他接触的。毕竟傲视在商圈中也算是资本方，以后不论我是创业还是什么，只要还在商圈混，就必定会和傲视有接触。现在傲视的总裁请吃饭，那我当然要去了。没办法，谁叫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呢？傲视和白氏也斗了很多年，我没有理由不选傲视。来到约定的地方，一眼看见在人群中非常出众的傲颜，他身披一件白色的贴身西装，一头长发高高竖起在脑后，俨然一副女精英的打扮，为自己本就精致的容貌增添了几分英姿飒爽，一看就是气场非常强大的女人，着实吸引了我的眼球。抛开给白月心当了几年舔狗的爱慕滤镜，此刻的傲颜妥妥的更能抓住我的眼球。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在看见我走来后，他也冲我眨了眨眼睛，抿嘴轻笑起来，更是风情万种的勾魂夺魄。而我也是少有的居然感到害臊的移开了目光，然后看见了街对面的白氏大楼，内心更是不由好笑几分。这女人约饭的地点还真是有心机啊！在白氏的眼底下，约见前副总丝毫没有避讳，显然是为了刺激白月心。当然了，更多是不把白氏放眼里。你未免也太冲动了，不就是个女人吗？自己打拼起来的企业说放弃就放弃，那不就成了别人的囊中物了吗？开口第一句话，他就是非常不理解。所有的事情经过他都知道了，也是佩服我洒脱的行为，敢爱敢恨不拖泥带水，很可以。白月心也是瞎了眼，白氏怎么起死回生的，自己不知道吗？对于这么个大功臣，居然说放弃就放弃。现在看白氏好起来了，有资本可以挥霍了，就开始飘了是吧？这种做事行为可真是叫人心寒啊！他啧啧地咂着嘴，看着对面的白氏大楼，隐约还能看见员工在忙碌地来回走动，也不知道这种忙碌还能持续多久了。我能听出他话里有话，不就是在挑拨离间吗？谁都知道我之所以在白氏，那是为了白月心。当然了，他说的也是大实话，也是我心寒的重要原因。不由是苦笑了声，只听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算了，说起来也没那么难以接受。我能扶持起来一个白氏，也能扶持起来张氏、李氏。哟，这么有自信啊！他凝眼盯着我笑，眉眼弯弯，很是好看。那能不能是我的傲视？哈哈，傲总说笑了。傲视体量这么大，岂会缺我一个？我被他看得都不好意思了。我能感觉到脸上有点热热的。我去，该不会害羞了吧？想来也是啊，这么多年来，眼里只有白月心，从未关注过其他女人，更不要说像现在面对面的坐着聊天了。开个价吧，我想要白氏的股份。他在搅拌杯中的咖啡，加了2颗糖，轻轻地推到我眼前。这似乎是我喝咖啡的习惯，想不到傲颜居然调查这么清楚，看来也是诚意满满。不过可惜了，股份我不能给你，我要他白月心亲自来回购。白氏我可以不要，但我投进去的钱他必须还。被拒绝了，傲颜也没生气，这似乎是他预料之中，轻轻地抿嘴笑了笑。我去，简直太好看了。眼里没有白月心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上真的不缺美人。以前我真的是太死脑筋了，钱已经付了。傲颜站起来，走到我的边上，有一阵令人心旷神怡的香风缠绕在我鼻尖，俯身在我的耳边轻笑了声，用极其勾人的语气说：知道为什么我要把地方选在这里吗？
说完，他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而我依旧坐在这里没动。我平视的目光恰好能看见对面白氏大楼中白月新的办公室，虽然距离有些远，但也能清楚看见白月新在办公室中着急地来回踱步，而我的手机也在不停地响着，有他打来的，也有我关系较好的员工打来的，不由捧起咖啡抿了一口，果然是我喜欢的味道。傲言这波诚意已经拉满了，看了眼来电未接的手机，我默默地给关机了。我知道又出事了，白月心急了，急就对了。这一次我不会心软了，我要白月心把吃进去的全部给我吐出来。晚上实在找不到我的白月心，居然直接闯进了我公寓，我这才想起来他有密码和指纹，我忘记取消他的授权了。徐缺，你今天干了什么？你去见了谁啊？你告诉我。一开门进来，他就大喊大叫，那是一点都不客气。拜托，你是我的谁？我做什么事情和你有关系吗？我没有理会他，连眼神也没有抬起来，右手端着平板，左手捧着水杯。见被忽视的白月心一下子就恼羞成怒了，直接冲过来，把我的平板和水杯给摔烂了，像个疯婆子似的，抓狂的大叫：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我依然不为所动，神色淡淡的看着他，而他也更是抓狂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傲言那件女人见面了，对不对？我就说嘛，你肯定和她有一腿，你这个贱男人，她是狗女人，你们天生一对啊，两个贱货，怪不得你最近对我这么冷淡，原来是这样。我早就发现他看你的眼神不对劲了，哪有个女人在看其他男人时都快拉丝了？我就知道你背着我在外边乱搞，口口声声说什么你只爱我一个人，看来全都是骗我的。你以为我很好骗吗？徐缺，你是真缺德啊！你以为傲言那件女人是看上你吗？你不要被骗了啊！只有我才是最在意你的人，他这么接近你，是为了骗你手中白氏的股份，那是我的东西，快点，你换给我，免得被他给骗了。你快换给我啊！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凭什么拿走不属于你的东西啊？听到最后，我也是忍不住笑了，是发自内心的失望和冷笑。原来说了这么多，最后还不是为了股权，已经是气急败坏了呢。在我的公寓中胡乱的发泄情绪，见到什么东西抄起来就砸，看着他像个疯婆子似的在发癫，我真的想去给他一巴掌，看他会不会冷静下来不发癫了。最后我还是忍住了，明明同处一个屋檐下，却仿佛是两个世界，他的疯癫和我的平静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我也是在这一瞬间想起了以前最艰难的时候，有一次要和甲方接洽，他知道对方是个女老板后，说什么也要陪我一起去，而我们在商谈合作，只是稍微靠近了那么一些，他居然说我只知道和其他女人勾三搭四，一点都不尊重他的感受，直接当着女老板的面把人家的办公室给砸了。最后我是道歉又是赔偿的，那女老板这才是消了气，没有选择报警。当然了，合作自然也是告吹了。而他事后哭着和我道歉，说什么是因为吃醋了才会这么做，他见不得我和其他女人靠得近，他说我身边的女人只能是有他一个。我那个时候别提内心有多开心了，这是女神终于要临幸我了，我也听从她的要求。后来在谈合作时，只会和男的甲方接洽，要么是稍微年长些的，这样他至少会放心，哪怕后续招揽新员工，我也是选男的，很少要女的。那个时候我丝毫不认为
他这种行为是控制欲和不可理喻。我只觉得他很在意我，现在我知道了，他哪是在意我，分明是在 CPU 我，在 KFC 我，唯独不是破。呵呵，我已经放低姿态，和舔狗没差了，我只能围着他打转，讨他的欢心。他又是怎么做？他开心了，把我叫过来，摸几下当作奖励。他不满意了，不是乱发脾气，就是各种责骂。现在好了，干脆直接一脚踹开不要了。还有更过分的，我已经不想说了。他是他白月心，我是我徐缺，我已经不在意他了。把我的公寓砸得稀巴烂后，他的情绪也发泄完了，稍稍冷静了下来，但还是很冲的。徐缺，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不就是把傲天给带进公司了吗？你至于这样吗？你能不能懂事点啊？你这样我很累的。我不知道你在闹什么脾气，我为了维持好公司的运作，也是消耗了不少精力。你不能要求我只哄你啊，你怎么就不知道体谅我一下？我也是个女人好吧，我也会有脆弱的时候，而你总是在忙，你有什么好忙的？如果不是傲天一直在陪我，在夸慰我，我早就被你折磨得心力憔悴了。你怎么就不能和傲天学呢？但凡你有傲天的一半好。他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保持沉默。我已经很失望，也很心累了。我不想和他再说什么了，我就是感觉很可笑啊。他把我的公寓砸得稀巴烂，所有东西都给摔碎了，这不是精神头很好的吗？他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来的？抛开其他的不说，如果我不努力跑项目，他妈白氏早就垮了。这么多年，谁在撑着白氏，他就不知道吗？我简直懒得说了。见我一直不说话，白月心的语气也是软了下来。对不起了，徐缺，我的情绪有些不稳定，我是太害怕失去你了。你答应我，以后不要见傲言了，你回来上班好不好？那几个项目又出问题了，他们点名要求你过去谈，否则就取消。傲天过去已经被人羞辱了好几次了，他躲在我的怀里哭，我真的好心疼他呀。你赶紧回去帮忙好吗？对了，你是在生办公室的气，对吗？你看这样行吗？我搬出我的办公室，你搬进去。他在说这些话时很柔弱，仿佛受了极大委屈的人是他才对。他为此也是逼着自己妥协，原谅我。我简直哈哈哈！抱歉，我没忍住笑出声了，是冷笑。听到最后，我也是明白了，原来是龙傲天又搞砸了，所以这才回来，又是示好，又是给甜头的。他是真的一点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很不对，叫人很反感，很恶心吗？抱着其他的男人卿卿我，完了回头和我说。我是太害怕失去你了。好，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我的作用是工具人，是他们调情打闹的调味剂。我他妈纯小丑，对不起哈，这舔狗老子不当了。此刻的他在我眼里和垃圾没有区别，说的话做的事情简直是无限刷新我的三观。我懒得和他客气了，说完了吧？说完了，你该走了。这里是我的私人住宅，你这样的行为是未经允许，冒犯到我的权益了。现在给你体面，自己离开，否则我报警了。说着，我掏出了手机，他却是不以为然的好笑一声：“你还在闹什么啊？我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我把门打开了，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再不走，我真怕忍不住打人。这女人简直太恶心人了，次次在挑衅我的底线，我真想一巴掌看她还发不发癫。对了，你把我的所有东西摔烂了，不是一句对不起，情绪不好就可以解决。后续我会整理一份清单，还请白小姐赔给我，否则不介意走法律途径为
徐缺，你怎么可以这样？短短几句话，又把他给刺激的暴跳如雷，要抓狂了。嘟嘟嘟，我懒得和他废话了，直接拨打出报警电话。而他看见后更急了，徐缺，你怎么敢这样对我？他脸色一白，尖叫着过来要抢手机。见我板着脸，不像无理取闹的样子，他也是有些不敢久留了。临走前恶狠地瞪我：好你个徐缺，这是你赶我走的，你不要后悔哈！公司你也别想回来了，你想要钱也是一分没有。我告诉你，不要以为白氏没了你就不行，你太过分了，我不会原谅。后边的话还没说完，我直接把门给关上了，而他则恼羞成怒的气急败坏，在外边疯狂的砸门骂我。听着他和疯婆子无二的动静，我无奈的苦笑，摇头自嘲。以前自己究竟是瞎到了什么程度，才会喜欢上这种人？回想起他以前为了稳住我而说的甜言蜜语，我更是一阵一阵的恶心。徐缺，还好有你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你才会对我不离不弃。徐缺，幸亏有你，把我的白氏就回来了。我不知该怎么回报你，以身相许怎么样？没事儿，如果以后白氏又没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有你，我有你在身边就够了。白氏是我的，也是你的，以后呀，没有我的准许，你不可以结婚哦。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当初的我眼里只有白月心，听他说这种话，怎能不被当成翘嘴来钓呢？现在是纯小丑，也没办法啊，谁叫他这么会 cup， 对我说很在意我，实际在和其他的男人卿我。这几天我啥也没做，在等待白月心来和我谈股权，不给钱就像叫我吐出来，那不可能。我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我没要求他给这几年的青春损失费，就已经和他很客气了，好吧？谁知道白月心没等来，反倒是龙傲天又来恶心我了。徐缺，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白月心去你家了，我不管你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但是现在我才是赢家，你输了。我告诉你。听着他咯吱巴巴的话，我一个劲的无语翻白眼。我真想一巴掌过去，看他还会不会这么唧唧歪歪说个不停。今天早上我和白月心已经在民政局把证给领了，哈哈哈，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你算个屁啊你！我还要谢谢你，为白氏打拼了这么多年，现在全都是我了，你休想拿走一分一毫。请问徐缺先生，你现在难过吗？听着他的贴脸嘲讽，说实话，我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想扣屁股。这个傻戳在搞什么？听见我没说话，他以为我崩溃了，更是得意的冷笑。不要以为凭你手中那点股权就能做什么。想挽回白月心，你做梦去吧。她现在是我的老婆了，我会客客气气的爱她的。她可是你最喜欢的女人啊。她在床上嘟嘟嘟，我真的想打人了。听听这家伙说的是人话，他妈的，我都听不下去了，直接无语的挂断电话。后来我寻思了会儿，龙傲天说的也确实没错，我虽然拥有白氏的股权，倒也确实不能说什么。那没办法了，我只好联系上他的老娘。我调查过他的背景，是个典型的软饭凤凰男。他的老家在很偏的农村地区，父亲早逝，是他的老娘拉着长大，而他老娘有兄弟姐妹好多个，彼此住得近不说，也帮衬了不少，欠了不少人情还不起。不知道我把他娶大公司女老板的消息透露会怎么样？我花了点钱，托人给他老家带了几句话，大概是说，那龙傲天出息喽，娶了大公司的女老板，现在发达了，管理着一个大公司，
缺少信任可靠的人帮忙管理。好家伙，这一句话在那个偏远农村里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他老娘知道儿子需要人帮忙打理公司后，立刻叫上7大姑8大姨的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连夜跑来这座城市，闯进了白氏大楼。以前我的小助理也是给我发来视频电话，好让我在家也能远程吃瓜。画面里他老娘仰着头，叉着腰，用鼻子看人，简直是要飘上天喽！站在办公区的最中间，直接对所有员工开喷，那尖锐的嗓音耳疼。你们这群家伙不要太自以为是了，不过是我儿子手底下养的狗，如果不是我儿子，你们能有这份工作吗？你们凭什么拦着我不给我过去？说话真的太尖酸刻薄了，好难听。原来是谁都不相信他是龙傲天的老娘啊，所以他才在这里激情开麦，把所有拦着他的人都给骂了一遍。很快龙傲天也来了，面色铁青的十分难看，就连后边的白月心也是不知所措的尴尬，显然是没想到龙傲天的家里人居然……好你个龙傲天啊，长大了翅膀硬了是吧？出息了就忘了老娘是吧？不要忘了，如果不是老娘我，你能长这么大吗？你早就随你那早死的爹死去了。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也不通知一声家里，如果不是有人知道，我们都还被满在鼓里呢。有钱了，发达了，把老娘也忘了是吧？我连自己的儿媳妇都不能见识吗？不是我刻板印象哈，而是他老娘的行为举止简直非常符合我的想象。说话粗俗又无知，居然能把所有人骂得一句话都不敢顶。龙傲天也是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我知道他们家有钱，但也不至于这么羞辱我们吧？瞧瞧人家的儿媳妇，哪个不是给婆婆敬茶的？轮到她可好了，不仅没给我敬茶，反而还要叫来警察抓我。好不容易把儿子养这么大，也不待见我，我的命好苦啊，活着好累。我的好大儿啊，你怎么不说话？你快点说话啊！你老娘都被这么欺负了，你怎么就在旁边看着啊？他老娘个这跳脚卖惨的模样，把我看的也是咧嘴一笑。特别是看见白月心不好看的脸色，我更是心情大爽。你也有今天。龙傲天也是丢脸丢大发了，急忙上前安抚和解释：老娘误会啊，都是误会。月心不知道你们要来，还以为你们是来公司乞讨要钱的流浪汉呢，所以这才叫人把你们赶走。乞讨、流浪汉、要钱，这几个字可谓是句句扎心，把他老娘都给气得面红耳赤了，颤抖着手给龙傲天一巴掌，他整个人捂着脸一怔，我差点叫好出声，果然给他一巴掌就不发癫了。他老娘顶着沧桑的面容和干农活粗糙的手，指着龙傲天的鼻子大骂道：果然啊，现在发达了，不认老娘了是吧？怪不得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不告诉老娘，原来是怕老娘像个乞丐似的来找你要钱是吧？我们是乞丐吗？你告诉我，我们身上脏吗？有异味儿吗？你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忘记以前是怎么过来的吗？你个白眼狼！老娘龙傲天长着一张嘴，却无法反驳。看着老娘失望的无理取闹，他可能也想起了以前的苦日子吧。当他安抚好情绪激动的老娘后，转头看向白月心的眼神也是多了几分狠厉。白月心，你怎么可以找人赶走我老娘啊？你信不信我和你离婚？傲天，不是这样的。听见这句话，白月心也是慌了，别提有多委屈了。他怎么会知道这几个打扮和乞丐没啥区别的人，居然真的是龙傲天的亲戚啊？他
他没气得晕过去都不错了。而我也想起来了，龙傲天给他说的家庭背景，可不是现在他知道的这样。白月心，现在汗流浃背了吧？谁知道，白月心刚想说些什么，却被龙傲天的三姨打断。那嘴皮子别提有多利索，叽里呱啦的说个不停。是，哎呦，真是有了老婆就忘了娘啊！傲天，做人不能像你这样，你老娘一个人拉扯你这么大不容易。当初吃不上饭的时候，他可是挨家挨户的敲了很久门，才给你整来一口热乎的，为的是让你长大成人以后可以给他争口气。现在你倒好，发达了，娶的老婆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也不知道是想勾引谁，小心你打拼下来的事业都被败坏啊！是啊，傲天，你忘记了吗？你小时候生病没钱治，还是你老娘去找人借的呢，直到现在也没有还上。当然了，这点小钱咱们不会计较，而是叫你做人不能忘本，更不要忘了你老娘为了把你抚养长大，付出了多少，也吃了多少苦。这些个七大姑八大姨啥的，说话也是一点都没客气，各种帽子给龙傲天扣上去，尽情是道德绑架他。嘴上说什么看见你生活过得好，他们作为亲戚的也开心，虽然绝口不提钱，但句句都没有离开钱。当初你爹才死时，你娘也是花样年华，如果不是怕你受委屈，你娘也不至于没有找个老实人改嫁。现在好了，把你长大成人了，不仅没指望你养老，更是连你结婚也是听别人说才知道。你不孝顺也就罢了，还让老娘受委屈。哎，是啊，你就应该把你拉娘接过来赡养，让你媳妇好好伺候她。虽然没有给她敬茶，但你老娘也不是小心眼的人，不是？相处久了，那就是一家人。听亲戚们把话说到这里，他老娘也是知道机会来了，开始继续卖惨，捂着脸委屈的哭。不行的，不行的，我只是想来看看儿子过得好不好而已。谁知道他们两口子这么不待见我，那我就更不能要求他们来赡养我了，就让我回去孤苦伶仃的好了，就像他老爹当年那样，死了很久也没人发现。傲天，你说句话啊，你哑巴了？你看三婶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傲天现在过得好了，巴不得和我们这帮穷亲戚划清界限。龙傲天的表弟涨红着脸气愤的吼叫：三婶别哭了，傲天不养你，我养。以后你去我家，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不认也罢，就当作他死了。话说完，他们就故作要走。龙傲天果然急了，被扣了这么大的帽子，他岂能不羞愧呢？可能也是回想起来了当初的不容易，眼睛红润的在掉着眼泪。老娘，我养你，我打拼到今天，就是为了报答你。今天不，马上就把你接回家去。听见这句话，白月心彻底慌了，急忙拉住他的手，使劲的摇表示不同意。你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已经把结婚证领了。龙傲天说话也是硬了不少，把他都给整茫然无措了。后来意识到自己这样不对，转而拉起他的手，假惺惺的装样子说：对不起啊，刚才我情绪激动了点。哎，你刚才也听见了，我老娘把我拉扯长大不容易。月心，你是善良的女孩子，所以我才选择和你结婚。如果你连照顾我老娘都不乐意，那我即便非常非常的爱你，我也只能考虑和你离婚了。我能看见白月心都快把牙给咬碎了，却也只能点头答应了。没办法，谁叫他现在和龙傲天已经绑定一块了呢？看完正常闹剧，我只能说好似。对了，
这群人不光要住进他的家中，更是要来帮忙打理公司，美曰其名，他们要守护好龙傲天打下来的基业。只是啊，他们这群人大字不识几个，却担任高位，哈哈，我已经能想象到以后会是怎么个满地鸡毛的场面。后边的一段时间里，我以前的小助理经常来找我吐槽这那的，发了好几条视频过来，我点开一看，差点笑喷了。他们这群人把商业写字楼的办公室当成村头唠嗑的了，一个两个的啥也不干，围坐在一块嗑着瓜子，后边是其他员工，一脸怨言又无语的脸。三姐啊，你太有福了，生了个这么懂事儿、这么孝顺的儿子。现在他们这群穷亲戚可都指望着龙傲天他老娘吃饭呢，当然知道说什么能讨得他欢心。傲天是个知道感恩的孩子，咱们家就属他最出息了。年纪稍长的人欣慰地笑道：是啊，我都和群里人说了，他们都说表哥太懂事儿了，居然把我们都接来了城里。龙傲天的表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用上最新快的苹果手机，一下子叫他在那群狐朋狗友中倍有排面儿，一脸崇拜的把龙傲天都整飘了。他们居然还在办公区喝酒，这倒是叫我有些哑然失笑了。在酒精的作用下，龙傲天不能说是飘了，是完全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了自己是白家的赘婿。他对着这群穷亲戚吹牛，指着这座公司和其他的员工，讲述自己如何艰难，才把公司做大做强，养了这么多的员工，赚了多少钱。这些话落在大部分员工耳中，别提是有多心寒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群人只知道要钱和混日子，一点业务能力都没有。关键是全部担任高位，什么采购经理，什么客户经理，什么售后经理，只要是能叫上经理的位置，全都是他们。关键是白氏能有今天，完全和他龙傲天没有关系，怎么现在就全成了他的功劳呢？这也是小助理为什么经常找我吐槽，各种说龙傲天那群不知好歹的穷亲戚的不好。结果有一次不小心在和我吐槽时被发现，直接就被气急败坏的家伙们给开除了。哈哈，正好他早就不想干了，二话不说直接跑去财务部要钱，立马就能离职走。猜怎么样？管钱的是龙傲天的二姨，他哪里知道什么，只知道给钱就能让他走。我那个小助理也是有些被整不会了，以为要扯皮很久，没想到不仅没扯皮，反而拿到超出预期的钱。当他来找到我时，那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而我也是顺势给他跑出橄榄枝。啊，对了，忘记说了，我已经接受奥研抛来的橄榄枝了，现在担任奥氏企业的项目部老大。小助理听见还能跟着我干，直接是欢呼了出声，简直是双喜临门啊！在他们如此没有规范的操作下，越来越多员工心寒，纷纷选择离职。眼见着情况就要失控，白月心的父母坐不住了，赶紧出来稳住局势。怎么可能给这群外人抢走属于他女儿的公司啊？在一番操作下，他们安排了不少能够信任的人进入白氏的管理层，和龙傲天那群亲戚分庭抗礼。好好的一个企业氛围，很快就更加乌烟瘴气了。这叫不少员工寒了心，没有继续忍耐的必要了。公司楼下要饭的乞丐都知道，看似白氏起高楼，实际早就岌岌可危喽。他们也是纷纷跑路，其中有不少是我培养起来的精英人才。我也是毫不客气地向他们发出邀请，如果想继续跟着我干，那就来奥氏吧，给你们一个发展的平台。
待遇比白氏更好。他们知道我的能力，当然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跟着我干的那些年，才是白氏最赚钱的那几年。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没有我白氏就没有今天。而跟着我混，不仅可以喝汤，更是能大口吃肉，一下子白得那么多精英人才和项目经验。傲言嘴都快笑歪了，逢人就夸我是他的贵人，太绝了。傲氏的管理层其实一开始很不服我的，碍于傲言在力保我，他们这才没有多说什么。直到我接连拉来好几个大项目，给傲氏大赚了一笔后，他们也是嘴都快笑歪了，哪里还不服我？傲言也是顺势提出，把我升任副总经理一职。整个管理层和股东没有一个认为是不行的，我就这样得到傲言答应我的傲氏副总职位。反观白氏那边则是越来越乱了，颇有种王侯争霸谁也不让谁的样子。龙傲天那群蠢而不自知的穷亲戚，认为自己是百年不遇的经商奇才，对各种规划喜欢指指点点。白氏这边的人则是疯狂在补救，结果刚补完一个窟窿，他们又闹出更大的窟窿，根本不能玩啊！两拨人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反而还互相挖坑的使绊子，双方是都把彼此给坑得不行不行。前些年我在的时候，从未出现过是账面亏损，在他们来了之后，不到一个季度，居然大亏特亏了。这险些把白月星给气得到住院，暴跳如雷的大发脾气，要把那群吃干饭的家伙全部给赶出公司。龙傲天见状那受得了，跪在地上抱着白月星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卖惨，装可怜博同情。谁知道白月星的父母也不同意把人全给开了，因为有不少人是他们给安排进来的。也就是说，白月星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不只是龙傲天那群穷亲戚在吸他的血，他的父母也是。直到这个时候，白月星才终于发现，白氏没有了我，果然不行。短短不到几个的时间，大半项目被撤，营收不能说腰斩，至少也是一落千丈，已经一地鸡毛了。他手中白氏的股权已经被龙傲天吃掉不少了。他后知后觉地发现，我有白氏的股权没还呢，立刻跑来找我，要求我把股权还给他，这样他就能行使决策权，把所有人给赶出白氏，然后要我回去继续担任他的副总。我差点以为我在做梦呢。白月星，你是真下头啊，赶紧滚，我不想见你。我这句话明明已经被人无数次传达了，他却还是锲而不舍地说放不下去，哭着求着非要见我。折腾了一夜的我，刚进入梦乡没多久，他不知道从谁那知道我的电话打过来，吵了我的美梦。我好烦啊，真想破口大骂，但是没必要了。摸索着手机，正要挂断电话，在被窝中探出只白嫩的玉手，先我一点抄起了手机，直接就接通了电话。呜呜，徐缺，我终于找到你了，不要闹脾气了好不好？我原谅你了。傲言在被窝中探起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胸膛，柔顺的发丝散发淡淡香味儿，叫我心情平静不少。他咂巴着嘴，打了个哈欠，发出慵懒的声音，打断了还在卖惨哭诉的白月心。吵死了，哭什么哭啊？你爹死了还是你妈死了？烦不烦啊你白月心？你都已经结婚了，不要来打扰我们徐缺了，还原谅？你怎么不上天？真够下头的你。我知道你不聪明，但你也别这样好吧，至少给人知道你也是有脑子的。电话那头的白月心听见傲言的这几句话，整个人都傻了，连哭都忘记了。他一下子就恼羞成怒的气急败坏，像个泼妇似的
尖叫出声：“啊，是你，徐缺！为什么傲言会在你的身边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你们干了什么啊？你个贱女人！徐缺是我的男人，你不可以睡，烦死了！”我抱住还没穿衣服的傲言，直接把电话给挂断了，顺势亲了口他柔软的嘴唇。看来我又得换电话了。这女人真是阴魂不散啊！明明自己都已经结婚了。傲言也是挽上了我的脖颈，嘻嘻笑着亲回了我一口。你就该让我继续骂他，真是的，不用在意这种人。我没有睡意了，瞅着傲言略微羞红的脸，不由嘿笑了声，盖上被子。晚上傲言约我吃饭，我在小区外的花店选了几束鲜艳的玫瑰花，正准备上车离开呢，突然有个人冲出来，我吓了一跳，是白月心。许久不见，他憔悴了不少，眼中仿佛都没有眸光了。以前我很喜欢他的眼睛，我认为那是纯洁又善良的漂亮。现在吗？我真不知道。以前我是怎么瞎的，居然会喜欢他这种人，三观真的清奇。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玫瑰花，过来要抱我。徐缺，我就知道你还爱我，不用送我花花的，我也会原谅你。我差点被他给整笑了，哪有人这么自以为是的？我直接毫不客气地推开他，不是送你的，把花还给我。什么？听见花居然不是给他了，他有些气急败坏了，开始当街大喊大叫。徐缺，你为什么这样子？不是送给我的，你要送谁？你要送给哪个贱女人？你以前明明说过的，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配上这么娇嫩的花。算了，不要了，我懒得搭理他。回去花店又选了几束，我还没付钱呢，他就冲过来一把又给夺走。你是要送给傲言那个贱女人吗？你怎么这样子啊？你在闹什么脾气啊？我都已经原谅你了，我得不到的，他也休想得到。他把玫瑰花撕碎了，踩在地上狠狠踩碎，引来边上不少人的议论。你在说什么啊？你神经病吧？我从未发现过。白月心无理取闹起来，居然是这么的不可理喻和自以为是，我真是无语死了。也不知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他一巴掌看看还颠不颠，会不会被他们说我大女人？徐缺，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不就是和龙傲天结婚了吗？你怎么这么小气啊？大度点好不好啊？你不是说会爱我一辈子，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离开吗？好，你现在和傲言滚床单了，我可以原谅你，咱俩扯平了，但是我不会和龙傲天离婚的。我听完他的话，我差点三观炸裂一地，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真的很想确定刚才那几句话我到底有没有听错。拜托，这是三观正常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吗？你他妈谁啊？不要在这里恶心我了好吗？你能不能听懂人话啊？谁稀罕和你有关系啊？你怎么样和我有关系吗？你和龙傲天离不离婚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他妈简直了，我已经恶心死了，已经控制住给他一巴掌的冲动了。我恶心。徐缺，你居然说我恶心，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傲言和你说我的坏话了？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么恶毒的话啊！他已经有些接受不了，崩溃了。我实在真的不能理解，他的脑子里装的难不成是屎吗？你不可以和他在一起，你们快分手，反正我和龙傲天是不可能离婚的。你一定要和傲言分手，他才恶心，他才是坏女人。我不是，我虽然和龙傲天结婚了，但是我也很在意你。我他妈忍不住了，直接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啪的一声，非常的清脆，把边上吃瓜的路人都给惊呆了。有个别默默地说了好，
而白月心捂着生疼的侧脸，整个人都傻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居然敢打我！够了，你不要再发癫了。我在车里找来消毒酒精，喷在刚才抽白月心的那只手上。我真的嫌脏啊！健壮的白月心止不住的在轻颤，委屈至极的蓄起了泪水。徐缺，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什么都依我吗？你回来好不好？我已经原谅你了。好好好，我不说傲言的坏话。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过得有多痛苦，有多备受折磨。虽然我不会和龙傲天离婚的，但是他那群家人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无耻又自私。我听着他说话，别说我了，就连边上吃瓜的不少群众也是无语的翻起了白眼。虽然什么情况不知道，但他们知道这女的三句不离不会离婚的。这他妈，他们都想给一巴掌，看他还发不发癫了。他真不知道一个男人最介意和死心是因为什么吗？我只觉得好笑啊！龙傲天那群穷亲戚无耻自私，很奇怪吗？只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到了这种时候都不想离婚及时止损，那我只能说白月心，你好死！他开始哭诉了，数落人家的不是。龙傲天他老娘非要和我们住一块儿，我说给他在外边买个房，他说什么浪费钱，还不如把钱直接给他。天天早上天没亮就来敲我的房门，把我搞得都快精神衰弱了。本来家里有个阿姨照顾我的生活起居，他说什么自己做的饭菜吃不死人，一份工钱也没给人家就赶走了，结果逼着我打扫卫生、洗碗洗衣服，说什么在农村这都是儿媳该做的。他边说边在哭，我听着他这些惨状，我没有同情，反而还想笑。此刻我的嘴角简直比 AK 都难压。你给我送的瓷娃娃，他嫌碍事给打碎了，那是你亲手做的，我一直保存着。我已经听不下去了，摆手打断，我要走了，不要拦着我。然而他却是不听，还在哭得不能自己的诉苦。你知道最可气的是什么吗？龙傲天他非但不帮我说话，还站在他妈那边数落我，说什么他妈养他这么大不容易，叫我让着点怎么了？甚至还把我们的卧室给让出来了，那可是我的房间的，里边都是我的东西，被他妈睡了一晚，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意味。先不说别的，听他这么说，我还真是听乐了。我以为白月心这位娇生惯养、从未吃过苦的大小姐，肯进厨房洗碗就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居然连自己的房间都给让了出来。现在的生活应该是他梦寐已久的吧，否则他怎么会同意这些事情发生呢？关键受了这么多委屈，他还不想着及时止损，搁这给我说什么？这些都是他们的行为，不代表龙傲天，他真的不会和他离婚的。好，我知道了，你们俩绑死吧，不要来恶心我了。离不离婚和我有啥关系啊？我有些烦躁了，这女人搁这拦着我，完全是浪费时间啊！约会我快要迟到了，好吧？傲颜那么好看，独自坐在那里，不知道会被多少人男人搭讪。不行，我要赶紧去。徐缺，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看见我脸色阴沉了，他还以为我在心疼他呢，又开始痛心疾首地表示后悔了。当初的白事已经跌入谷底了，如果不是你出现帮我，恐怕我都没有今天。我现在也知道了，你才是我的贵人，白事没有你是真的不行。和我回去吧，只要有你在，他们就不敢欺负我，白事也不会陷入危机了。只要你回来，我保证以后会好好对你。话还没说完，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白夫人，你是不是忘记了，
你刚才说不会和龙傲天离婚，现在又说这种话，你可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啊！况且说我和你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关心你是不是受了委屈？和我有关系吗？麻烦请你让一让，我真的要离开了。我不让，他居然还在拦着我，一下我的脾气也上来了，好说歹说都不肯是吧？我他妈直接动手把他推开了。他尖叫一声，显然有些没料到我会这么做，一个趔趄摔在地上喊疼。边上围观的行人没有一个是同情他的，你也不要忘记了，是你先不要我的，把我一脚踹开了，现在又来哭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任劳任怨的当舔狗时，你又是怎么对待我的？还不会和龙傲天离婚，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阴阳怪气的说完，直接坐上车，关上车门，不要再出现了，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了。你现在所受的委屈，没有人逼你，全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不要，徐缺，不要离开我。看见我冷漠地关上车窗，他一下子更加崩溃了，追在后边苦苦哀求，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以前对我的承诺，难不成都是假的吗？你说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既然如此，你已经不要我了，那你把属于我白氏的股权还回来。你听见他说到这里，我停下了车子，等他跑上来。嘿，他不说我还忘了，还给你是不可能的，那也是我付出了真金白银。如果你想要回去，那就以高于市场价的10倍回购，否则我不介意给第三方。听见这句话，他整张脸都变得狰狞了，扑上来要撕扯我。幸亏我把车窗给关上了。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是在趁火打劫，这本来就是我白氏的东西，你凭什么啊？那你又凭什么呢？你不会认为我会毫无条件的选择把这些股权送给你吗？你，他的脸彻底黑了，咬牙切齿地瞪我。如果不是有车窗，他肯定咬我。我说白月心，直到现在，你该不会还认为我会像以前那样对你百依百顺吧？我告诉你，从你把龙傲天带回来的那一刻，对你言听计从的徐缺就已经死了。现在之所以还在和你纠缠，那是因为我没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真让我恶心。我听见我这么一说，他似乎也是反应过来了，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非要把话说到这种份上，他才会意识到以前那么对他言听计从的舔狗不在了吗？好，我买，不过现在白氏没那么多钱了，我只能出5倍。白月心，你为什么认为你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我直接冷笑出声打断，不要是吧？那有的是人要。说完，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了，关上车窗怎么走人？7倍，不能再多了。他急忙拍打车窗，看着我的凶狠眼神，已经是恨透我了。他现在真的很需要我的股权，这样才能有话语权，否则整个白氏都会被玩没了的。看见他这般模样，我更是想笑了。8倍，能要就要，不能要就算了，我也是让步了，就当我这个人念及旧情吧。我实在不想和这个女人再有牵扯了。我现在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好，事业有成不说，女朋友还那么懂事儿、漂亮。她白月心到底哪里好了？我真瞎。好，徐缺，你是真缺德啊！虽然他还骂了我一句，但也以8倍价格买了下来。他却也是很着急，生怕我会反悔，立刻安排人打款。我也安排人转移白氏的股权。忙完所有事情后，赶到餐厅的我已经是迟到太久了。傲言虽然有些小生气了，却在看见我捧着一大束花后，也是消了气，乐呵呵地接过。看见他开心的模样，我也是大松了口气。
当初付出的资金和精力也算要回来了。这一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他要什么，我给买什么。虽然他不缺那几个钱，不过呢，这可是男朋友要送的爱。他也是忘了自己的总裁身份，像个小女孩似的，很兴奋，什么都想要，我也全给他买。徐哥，快看以前的工作群，不知道是谁在开群直播，有个大挂。第二天，我在办公室中研究新企划，以前在白市过来的员工兴奋地进来喊：以前的工作群，也就是白市的，又有什么瓜了？我也很好奇，就点进去了。开启群直播的人是在白市还没走的员工，画面对准的是白月新的办公室。我进来直播间的时候，情况已经持续一会儿了，恰好看见龙傲天恼羞成怒，一把将白月新给推倒在地，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白月新，你是不是把人当傻子啊？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又去找徐缺那缺德玩意儿了。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不许去找他？你已经和我结婚了，你是我的老婆，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龙傲天，你凭什么质问我？白月新也是急眼了，很快挣扎起来，冲他扑过去，一边打一边骂：我为什么不能去找他？但凡你有徐缺一半的厉害，我也不至于去找他了。你看看你做了什么，你就是个纯的废物。白市的几个大订单全部都给你搞砸了，害得我们赔了不少钱。如果是徐缺的话，根本就不会出问题。我倒是发现了，自从你回来之后，白市一直在走下坡路。你个扫把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还害我和徐缺分开啊？上次你陪我去谈合作，结果被甲方灌酒，你帮我拦过哪怕一杯吗？如果是徐缺，他不仅会帮我挡酒，还会帮我把合作谈好。你会什么？你除了会给我亏钱，除了会给我把事情搞砸，你他妈还会什么啊？龙傲天，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看见白月新情绪崩溃的边骂边打人，我不由冷笑了出声，突然有些感慨啊。他说的那个什么甲方，我也印象深刻，因为他是所有甲方中最能喝酒的，他没喝尽兴的话，根本就不会谈合作的。之前的我因为心疼白月新，所以类似的应酬我都很少带他。当我被灌酒躺进医院打点滴时，猜他在和龙傲天干什么？笑死我了，简直气死我了。现在的我真想给以前的自己一个大嘴巴子，看看自己到底在发什么癫。喜欢这种女人。徐缺，你一口一个徐缺，你现在满脑子都是徐缺，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不会满意。你这么惦记他，那你去找他啊。哦，对了，你是我老婆呢，他要是真有你说的这么好，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放弃他，选择和我结婚呢？贱女人，项目被取消，公司亏损了，是我的问题吗？白月新，你就不会找你的问题吗？明明是你什么都不会，我已经尽量在帮你了，你怎么还不满意啊？是不是要我去死你才满意啊？这样就成全你和徐缺了是吗？你就是这样想的是吗？够了，你闭嘴！白月新已经听不下去了，整张脸非常的狰狞，扑上去继续和龙傲天厮打。公司为什么亏钱？为什么会被取消合作？你自己心里就没点数儿吗？你们家那群穷鬼挪用公司的钱还少吗？整整几千万啊！我就说他们是群来偷钱的乞丐，你为什么啊？他的发泄还没说完，就被龙傲天狠狠地给了一巴掌，气急败坏的怒吼：你说够了没有？一口一个穷鬼乞丐，我总算明白了，你白月新不仅瞧不起我，也看不起我的家人是吧？以前你和爸妈就觉得我家穷，
肆意的羞辱我和践踏我的尊严。你以为我爱你吗？不是，我恨你，我恨透你了。上次白氏为什么没有就此倒闭啊？为什么徐缺要多管闲事啊？如果没有这个傻子帮你，你他妈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要饭呢。你居然敢打我！龙傲天，你混蛋！白月心被一巴掌给打懵了，整张脸都憋得通红又狰狞，咬着牙又扑上去继续开撕，顿时整个场面就乱了。他的亲戚和白家的亲信全部都冲了出来，展开史无前例的撕扯，积攒的矛盾彻底爆发。快报警！其他员工也乱作一团，害怕被误伤，赶紧报警。群聊直播的画面也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瞅着居然会引发如此的闹剧，我有些哑然失笑，却根本不为此心疼。这都是他们自己活该的，能怪谁？虽然这次的矛盾冲突是在员工内部流传，但很快外界也是知道了这件事情。白氏的形象一落千丈，仅剩不多的客户也选择和白氏解约。那些还没走的员工也是彻底心寒和失望了，纷纷收拾东西辞职走人。在这件风波之后，我和傲言抓住机会，把白氏的合作方全部给拉了过来。那些优秀的员工我们也没放过。在我的辅佐下，傲言把傲氏经营的可谓是蒸蒸日上，短短1个季度的时间，直接把产值翻了3倍还不止。光是靠我们这群从白氏跳槽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价值，就足够买下1个季度前的2个傲氏了。一高兴之下，傲言打算分点股权给我，说什么他傲言的就是我徐缺的，这我可受不起。又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的事情也趋于稳定了。我决定向傲言求婚，因为我们的感情也很稳定。在他生日的这天，我偷偷买了个大钻戒，在某个惊喜的时刻向他单膝下跪，进行深度表白。傲言这个女人可不是傻姑娘，其实她早就发现我偷偷准备的惊喜了。我们彼此这叫双向奔赴。徐缺先生，你知道吗？早就在见到你第一眼开始，我就被你展现出来的自信和气质吸引了。虽然我还不了解你，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可是那个时候，你眼里只有白月心那个女人。我经常会想啊，如果那个被你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女人是我，该有多好啊！今天我反应过来了，我早就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我愿意嫁给你。这一幕双向奔赴的表白被摄影机给记录了下来。他反手把白氏对面那栋大楼给买下，把这一段求婚过程日夜的反复投放。这不仅是在贴脸开大，更是在打压白月心的精神，叫他彻底没有精力维持白氏的运行。而傲言的真正目标也在这里，那就是吃掉整个白氏。对此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要他喜欢，认为值得的，那就尽管去做，我都会默默支持。又过一段时间，以前白氏的员工在吃瓜时，我也凑过去听了会儿。现在的白氏已经岌岌可危了，再次站在了濒临破产的边缘。龙傲天那群穷亲戚果然够给力，吃掉公司的股权后偷偷低价贱卖。他们哪里知道这玩意儿比他们想象中还值钱啊！只要有人来问，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售，导致有一段时间里，市面上出现了一批价格极低的白氏股权，这更加叫白月心焦头烂额的。这亏空的全是白氏仅剩不多的资金池啊！他快疯了，没有其他办法了。为了不让白氏破产清算，他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新产品上。没有我帮他之后，他终于学聪明一次，
知道研发新产品前去调查市场的消费意向，只是这次的小聪明来得太迟了。不知道是我太看得起白月心了，还是我亲手养大的白氏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所率领的研发部几乎用不到半个小时就把白氏要推出的新产品给复刻出来。当然了，核心工艺和数据我们没有，不过赝品价格卖低点也能打过正品。嘿嘿，亲爱的，猜猜我得到了什么好东西？第二天，奥言来到研发部，笑容满面地找到我，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个文件袋。这是什么东西？值得你这么开心吗？不会是 B 超？我在嘟囔说话时也拆开了文件袋，映入眼帘的是一串数据。我顿时惊呼出声：你不要告诉我这是白氏的核心技术数据！我在白氏待了几年，这东西是什么？我能不清楚吗？但是这玩意儿，白月心根本没给我看过。奥言怎么会有啊？嘿嘿，猜猜我是怎么得到的？奥言揉了揉鼻子，一副求表扬的傲娇模样。我懂他意思，直接过去搂着他狠狠亲了一口。他这才心满意足地咂巴着嘴，是龙傲天给我的。那小子染上了赌博，在外边欠了不少钱，实在是被债主催得不行了。他这才在白月心的保险柜中把白氏的技术研发数据给偷出来卖钱，否则他就会被找上门的债主打断手脚力。哈哈，我忍不住笑了，虽然有点离谱，却也是在情理之中。以龙傲天那家伙的性子，能好好干事才怪。那一群白眼狼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也不知道当白月心知道被枕边人背叛时，又是个怎么样的精彩表情。你给了多少钱？我反问傲言道。钱如果给多了，那岂不是帮他的忙了？切，我可没那么傻好吧？傲言揉着鼻子，嘿笑着说。他开的价，我只给了1/10，因为我也不知道真假，所以来找你了。现在看来，这东西确实是真的，而且剩下的也不用给了。不是我想黑吃黑哈，核心技术数据丢失这件事情一旦被爆出去，整个白氏就会彻底垮掉。那时候，这些什么所谓的核心技术数据，那就是一张张不值钱的废纸。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我们的新产品很快问世，质量不属白氏还好不少，关键价格也是低了一半。据还没离职的白氏员工说，当白月心看见我们的新产品和他们的类似，关键质量还更好的时候，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傻眼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中，一整天都没有说话。很快他就被人从办公室中拉出来配合调查了。配合什么调查？市面出现价格过低的白氏股权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注意，这种行为是偷税漏税。其他部门也来了，产品质量不合格，涉嫌以次充好还卖高价，什么吃回扣等等各种事情。他那一整天都在配合各种部门的人调查，整个精神都处于紧绷的状态。这个时候，龙傲天来了，他以为是来安慰和鼓励他的，谁知道这家伙一纸离婚协议书，又准备要像当年跑路那样，在白月心最艰难的时候离开。当初我走了就不该回来，你和以前一样，还是那么废物，没用的东西，赶紧签字吧，不要耽误我美好的人生。龙傲天，你是不是个男人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当初为了你踹了徐缺，现在被所有人戳着脊梁骨骂，现在公司又要破产了，你帮我也就算了，你居然还想一走了之，我还没和你们全家人算账呢，吃了我公司多少钱啊你们？白月心已经好久没有休息好了，整个人颓废的不成样子，再看龙傲天脸上尽是厌恶。
他更是崩溃的不行了。这你能怪我吗？是你自己不爱徐缺的，你不过是把他当作工具人，给你当牛做马的舔狗，你凭什么怪我？至于吃了公司多少回扣，龙傲天则是闭口不谈，说什么那是他应得的。白月心更是崩溃了，捡起地上的离婚协议一看，3000万，龙傲天，你怎么不去抢啊？你他妈也值3000万！他双眼都快喷火了，怎么不值？你白睡了我这么久，你难不成要不认账吗？白月心，看看你现在自己这样子吧，疯不疯，癫不癫的样子，哪个男人会要你啊？哪怕是徐缺，对你也避而远之。话还没说完，白月心更是崩溃了，全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徐缺根本就不会离开我。你这个狗男人，快把我的钱给吐出来！我真是该死的，你已经抛弃过我一次了，我为什么还要被你的花言巧语给骗啊？徐缺多好的个男人啊，我居然这么不珍惜。说实话，我在听见他说这句话时，我没有任何的欣慰，什么他终于发现我的好了啥的，我只有满满的恶心。我以前怎么那么舔狗？这种女人都往上贴。视频里的画面还在继续，白月心看了眼龙傲天，又看乱七八糟的公司和陆续离职的员工，双眼通红，布满了血丝，整个人也是尽显歇斯底里的癫狂，一股脑的把所有贷款和透支的信用卡啥的全部摆在了龙傲天眼前。要钱没有，全是债务，你想跑没门。我们是夫妻，我的债也是你的债，快把吃了我的钱吐出来。看见所有债务加起来数量不小，龙傲天整个人也是狰狞了起来，冲上去死死掐住白月心的脖子。啊，白月心，你个贱女人，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居然敢把债务加在我身上，要不是你以前有几个臭钱，老子怎么可能会看上你？你以为我是爱你吗？老子他妈爱的是你的钱，你快点给老子钱，给我钱！眼见着就要闹出人命，还没走的员工再次报了警。后续吗？听说是闹上了法庭，双方吵得不可开交。那群吃了公司回扣的穷亲戚，在后续也是不见了，谁都不承认自己吃了白氏的钱，反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帮白月心打理公司，没有工资也就算了，居然还污蔑他们吃了回扣。总之，面对询问和传唤，也是撒泼打滚的耍无赖，不承认。瞅着闹得差不多了，我和傲言终于出面了，出钱把白氏给买了下来，所有的钱白月心用来还了债，结果还差了不少。他的父母闻言，立刻和他断绝的关系，一分债务都不想替他分担。备受打击的崩溃之余，他所有希望都是龙傲天他们能把钱吐出来。结果离婚官司打到一半要执行时，发现龙傲天人不见了。报警之后才知道，龙傲天一直有毒瘾，几年前卷走了白月心的钱，很快就输得不成样子了。后来听说白月心又混起来了，他这才屁颠屁颠的回来。结果谁知道白月心也是个大傻子，明明被背叛过一次，居然还把他当真爱。所以在把我踢走之后，他掌握了白氏的钱，不仅把赌债给还了，反而还更加的变本加厉。被他们那群穷亲戚吃走的资金里，有大部分是他拿去赌了，结果输完不说，又欠了不少债。在债主们知道白氏已经破产，他龙傲天也一分钱拿不出来之后，也没有催他还钱了，反而还很慷慨的给他安排出国的机会。当然了，中继站是在缅北，从此下落不明了。在我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傲言终于怀孕了。这天我们要去医院做检查，
谁知道刚到医院大门，白月心就冲出来挡住了路，随行的保镖急忙上前拦住。也不知道他多少天没洗澡了，散发着股酸臭味儿。徐缺，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这全都是我的错啊！我该死，我真该死！明明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我却不知道珍惜。你就原谅我吧，我已经原谅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成为你的妻子。我已经和龙傲天离婚了，那个渣男，败类！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祈求，精神看起来已经有些不稳定了，连我已经结婚了都不知道，现在正要陪老婆去孕检呢。我没有搭理他，不耐烦的示意保镖赶紧赶人，免得影响孩子发育。真是的，傲言有些好笑出声，充满幸福的白了我一眼。孩子才刚确定怀上呢，哪里会影响发育啊？不过我不想和白月心说话，不代表他没话对白月心说。示意保镖微微退开，没有半点幸灾乐祸，很是认真地说：白月心，说起来我还需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放了徐缺，或许我这辈子都不会拥有这么好的男人。我会好好照顾他，珍惜他，你放心。虽然没有嘲讽的意思，可落在白月心的耳中，那是句句扎心，因为是他亲手丢的。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我们不仅已经结婚了，现在也怀上了小宝宝，你不要再惦记着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人了。听完傲言的这句话，白月心整张脸都黑了，用那种怨恨且恶毒的眼神死死盯着他的腹部。见状的我急忙上前把他护在后边，以免这女人恼羞成怒，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白月心小姐，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请你不要再沉浸在过去了，我们好聚好散，给彼此一个体面吧。不可能，不可能，白月心怎么可能会接受？你快去和他离婚啊！你不是很爱我吗？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吵大闹，引来了医院的保安。我现在和龙傲天已经离婚了，只要你去离婚，只要你放弃这个女人，你立马就可以和我结婚。不要离开我可以吗？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请你相信我，这一次我知道错了，我会好好珍惜你。已经吵到其他的病人了，医院的保安不可能让他一直在这里撒泼打滚，直接把他给架起来赶了出去。我搀扶着傲言的肩膀，小心翼翼地护着他走进医院，没有回头再看那个歇斯底里在发癫的女人一眼。后来白月心怎么样了，我是真的不知道了。在医院那次之后再也没见过了，我和傲言的生活也重归平静了。新产品在持续推出，业绩也在蒸蒸日上，孩子也有惊无险的顺利出生。可以说，我的生活在离开白月心之后，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敢想，如果不是他执意要把龙傲天叫回来，那我如今又会怎么样？继续当他的舔狗，任劳任怨的给他当牛做马，只为一个不确定的承诺。龙傲天快步走过来，用力将我给推开，虚伪至极的把白月心护在身后。我算是想明白了，什么舔狗不舔狗的，其实很简单，在对方喜欢你的时候，不论做什么都不能叫舔狗行为，而当对方不喜欢你的时候，不论做什么都是舔狗行为。喜欢和不喜欢差别很明显的，也能够明显感受到的。之所以傻傻的给白月心当舔狗，那是因为太喜欢他了。现在吗？我真是无数次想一巴掌抽死自己，太傻缺了。我和傲言结婚之后，虽然也没有吵过很厉害的架，但他真的很会阴阳怪气，动不动就提我当舔狗这件事。而他每次提到这件事，我都会心虚，不敢跟他吵架了。
因为我知道傲言是爱我的，我能够感受到他的付出。我不是舔狗。反观和白月心那么久，我从未感受过他的付出和在意。那么一对比起来，我还有什么理由和傲言吵架了？她是我的老婆，是爱着我的女人，我没理由去伤害她。老公，我问你个事儿，如果孩子以后长大了，问你该如何处理感情的事情，你会怎么回答？我们的孩子已经3岁了。我和傲言坐在树荫下，看着孩子在草地中奔跑。我抿嘴笑了笑，轻轻揽住傲言的肩膀，抬起头看向万里无云的晴天，说：我会告诉他，千万不能当舔狗。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